大家好，我是坤侯。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十二长生的死地。那这个死地呢，它其实它的核心逻辑就三条。第一个呢，就是让人沮丧的、痛苦的、悲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第二个呢，就是让你失去力气啊，然后排斥的、非常厌恶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三个呢，就是让你发挥失常的无能的，感觉到有很大束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就是死地。那这里的话，其实我每次讲十二长生的时候，我还是要给大家对比正五行来去看啊。正五行其实才能够真真正正的代表这个字到底对你来说是有用还是没用。而这个十二长生呢，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心理状态吧。举个例子，我是一个身弱的丁火。那当我在2023年的时候，就是癸卯年的时候，因为身弱嘛，地支的这个卯木，那对我来说是用神，对不对是应该比较好的，但是它又是我的死地。那2023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其实都是好事儿其实都是好事儿，因为我这个频道，对不对，其实就是2023年做起来的。但是呢，我整个2023年其实都是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转折，而且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之前是做这个少儿艺术培训的嘛。现在因为国内的各方面的这种行业的毁灭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下这个行业毁灭了，一下那个行业毁灭了，对吧？对不对？然后我的这个行业也毁灭了，那导致我什么事情都没得做，那就仓促之间只有来想办法。那想到的就是做油管了其实周易这个东西很早之前就学过了，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来做这一行。但是这个学周易的嘛，脑袋都会非常非常灵活。那到这的情况下，对吧？大家都只能送外卖的这种恶劣的这种经济条件下，能够做的东西就是你的产品要出海，要沟通全世界从全世界赚钱。那就开始2022年的时候开始布局这个事情，但真正做成的是2023年。所以说2023年在实际情况下，我是进行了一个人生重大的一个转折从一个赛道换到了一个新的赛道上面。换的过程是很折腾的，很让人痛苦的但是事情几乎都是好事儿。所以说从正五行上面来看是不是全部都是好事儿？用神它就是用神。但是从死地上面来看，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种感觉。但是毕竟是死地，所以说让我感觉整年心情非常非常不高兴就是整天都是那种很抑郁的那种感觉始终感觉会很不爽。所以说它到底是好还是坏？很多时候我们要充分的结合来看。但是十二长生有些时候的对一些心里面比较脆弱的人来说，他的能量可能会超过正五行。举个例子有些人可能本来心里面就很脆弱了，你走到死地的时候，哪怕周围身边发生的全部是好事儿，很多人愿意来帮他，但是他不接受，他心里面难受，他不接受所有的帮忙，他就让自己走向了深渊，那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顺利起来，都是自己心上面选择。所以说每一年我们其实在分析吉凶的时候，我们都要分析这一年客观环境是好是坏主观的心理环境是好是坏。如果刚好都是好的，那这个人肯定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如果客观环境非常好，而十二长生走到一个很衰的一个地方，那可能这个人你在他来找你和他疏通好这个情绪之前，按照正常人的这种比较脆弱的人来去做的话，可能好不了。特别对于女性而言，女性都是很感性的嘛，可能真的好不了。但是你面对一个已经经历过这种千锤百炼的一个40-50岁的男人来说，他只要走到了一年外在环境很好的年份，你走到死地又如何？他就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没什么的。内心世界嘛是最不重要的，可以调整，但是外在环境里怎么都调整不了就是有这种情况出现。那接下来呢，我带领大家认识几个案例带着大家充分的了解这些点。好，第一个是一个他婚姻不太好，然后呢他家里面过得还是比较殷实的他家里面父母就是搞服装厂的，现在父母年事已高，他就继续做家里面的这个服装厂。但是呢他接手之后，这个服装厂基本上生意是每况日下的，时常生意出大问题了，他父母还得跳出来帮他料理。
然后又让他继续搞，但是这搞了10多年了，就是搞不起来。所以说他家准备就是再搞几年，刚好撑这1-2年，这个经济环境不行嘛，那该关闭就关闭了。但是我想，如果说他父母一直做的话，这个不至于会关闭。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戊午、丁巳和甲午。那甲木它在午火，它就是一个死地啊。虽然说下面有什么太极贵人加将星，代表他还是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但他做这个事情太痛苦了，很让他沮丧。很让他排斥，发自内心的厌恶。你说你都不热爱一份工作，你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吗？那我和他聊过一下子的，他其实婚姻情况还好，然后呢也是儿女双全，但是呢她对她的丈夫就是有各种的怎么说藐视，各种的厌恶啊，那就会有这种情况，她就觉得这个婚姻非常的痛苦。因为这个甲木它在午火这个地，你看又是伤官，是不是？伤官在夫妻宫，它正五行上面它本来就不好了，那又是死地，所以说他在婚姻当中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说他虽然说这么旺的伤官，他毕竟还没有伤官见官，所以说婚姻没有离婚，但是毕竟是在死地，他就开心不起来啊，他做事业也是发展不起来，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让大家感觉这个死地的威力啊。好，第2个案例啊，这个人戊辰、辛酉、乙亥和庚辰，这个人是一个公务员，事业各方面的属于这种应该说平步青云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因为他身弱，地支的这个正印为用，所以说他学习能力很强，也非常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各个方面的这东西都很好。但是乙木坐在亥水上面是制作死地啊，所以他婚姻不好的。他经历过了多次恋爱甚至有长达2年的同居，但是最后都是闹到分手没有正式的进入到婚姻殿堂里面。但是呢，就是哪怕同居了2年，到最后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和自己的男朋友最后就分手了，闹得非常的不愉快，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也感到痛苦，一方面你看他制作红鸾，他需要爱情，一方面呢他在爱情里面只感受到了无尽的痛苦和折磨，这个就是死地的威力。虽然说这个正五行是为用，但是一方面用它，一方面呢又受其折磨，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案例这个是一个企业人员，他的贵人运其实是非常旺的。相信大家看我之前对各种神煞的讲解的时候，我有讲过金鱼星，而这个人呢，你看他4柱都是金鱼，所以出门在外走到哪里都是有贵人相助的出生环境各方面也非常好。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月令是威力最强的一柱，刚好就是辛金的死地，所以他会很痛苦他和别人去进行人际交往的时候，他就感觉非常痛苦的折磨，总是觉得这个人也不对，那个人也不对，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那搞到最后把所有帮他的人全部得罪了，把所有的贵人全部得罪了，搞到最后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助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这个下面的这个字为用，对吧？配合金鱼星，就代表了这个贵人他是会出现的，但是因为是在死地，这个位置让他太痛苦了，这个位置这个人际关系让他感觉主观上面太痛苦了。所以说因为痛苦了，他自己又没有这个调节的能力，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就顺着感觉走，就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全部自己破坏掉了。所以说讲到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到了。12长生的旺衰和五行旺衰，虽然说某种程度上你可以隔离，但是呢它又是环环相扣，又是紧密相连的。除非真的是身经百战的那种企业家，你只利用好外在的环境、客观环境，而自己的内心世界可以完全控制住的，对于这种人来说，12长生可以把它忽略掉。那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真的忽略不掉。哪怕这一年是非常吉利的，外在环境各方面非常好的，但是12长生走到衰地，他心情不好，他就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命理师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我们看见一个命主他走到了五行为用，但12长生不好的位置，是不是我们就要让他知道其中的原理？他能告诉他这一年你的心情虽然会非常不高兴，但是外在环境各方面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他如果听进去了，调整好了，
就能像我在2023年一样，向死而生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如凤凰涅槃一样。好，希望今天的课程呢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